已经34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就是想逃走。我以为我到了深圳，我看到了星星，我就会好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了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开心。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，2016年北京东城一模某单位共有职工150人，其中高级职称有45人，中级90人，初级15人。我们用分层抽样的方法，从中抽取30容量的样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孩子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老师，我刚刚有点困，睡着了，做噩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没事，去洗把脸，醒醒神儿。中午犯困，这是很正常的啊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这胃好像有点难受，我也想上卫生间，我能出去。哦，去吧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孩子，干嘛去啊？我有点肚子疼，我想回家上个厕所，这不是有人吗？啊，哎，你等等，这个英子出来了，去吧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这有可能是肠胃炎，所以我得回家拿点药吃去。哦，你等等。阿姨这儿什么药都有，肠胃炎，那就是这，哎呀，那个我觉得现在好多了，可能就是来插曲了。真没事了？啊，这是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哦，行，谢谢阿姨啊。来，咱们看这道题啊。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清华大学2019年全国优秀中学生冬令营。本次冬令营呢，旨在增进中学生对清华大学物理学科以及工程学科的了解，让中学生走进大学校园，近距离地感知学术氛围，激发中学生的科研兴趣，提高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。这次冬令营呢，是由清华大学物理系、化学工程系、建筑学院、机械工程系、精密仪器系、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等10几个系所联合举办的。本次冬令营呢，还将举办创意挑战赛和经营测试。好，现在我来详细说明一下入营规则。来了。阿姨。哎，李老师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方老师今天怎么没来呀？哦，方老师他今天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，我就把物理和数学一块都给琪琪补了。哦，这样的，来，快请进。接下来我们看 C 等于拉姆达 F。由这个公式，我们知道电磁波波长越长，衍射性越强，容易沿直线传播。所以选项是什么呢？ B 应该是正确答案。我们今天啊讲的电磁波非常重要，不光是对你们高考。前2天的新闻，我想大家应该看到了，国外一个天文台检测到了宇宙中2次同样的快速无线电爆发，这可能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大发现。你们当中有没有对天体物理感兴趣的呀？哎，
那就更应该好好学习啦。高中物理是基础中的基础，很重要。知道了，老师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讲哪了？ Hello， 姐，我今天没来得及上去帮你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我今天起得早，去了趟菜场，哎，今天菜特新鲜。我今天啊做了一个土豆牛肉，然后炝了一个白菜，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水晶虾仁儿，炖了个鲫鱼汤。这么丰富啊！哎呀，我就想着冬天啊得进补一下，你得多吃点补补身体。嗨，我不重要。 孩子们多吃点好的才对啊！对，是，就是给孩子们补一补啊，但是口味不是很重啊。哎呦，我接个电话啊，一会儿下课吧，马上就下课了。哎，小吕，啊，你说没事儿？啊，是吗？有意向了，那太好了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看一下时间，你等一下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 我1个小时之内能到，你把地址定位发我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了，我有个事儿，我回去处理一下，好吧？那你去忙吧。好，那他们出来，你管他们啊。好，拜拜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课。啊，谢谢老师。 走，出去吃饭去，走，下课了。吃饭啦？英子吃饭啦？洋洋妈妈，哎，太客气了，我是来讲课的。你看这没几天，我都长胖了。哎呀，您讲1天课那么辛苦，应该多吃点。快来坐。谢谢。阿姨，嗯，我这有点头疼。头疼啊？你是不是感冒了？阿姨给你拿个铁针剂量量啊。不，阿姨不用，我回去躺会儿，我回家躺会儿应该就好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这2天上课太累了？前2天不是还闹肚子呢吗？是，您看我这艺考、高考2手抓，就估计就是累着了。方一凡，你是不是头疼啊？是。我跟你说，治头疼我最拿手，在家呀经常给我孙子治。来，你来，你看看，不用，老师给你按，你看，不用，哎，是不是这儿啊？是。哎呀，清醒没有？清醒了。舒服不舒服？舒服。哎，哎，是，特别舒服。好了，我好了。哎，是，特别舒服。好了，我好了。童姐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2位呢是我的老顾客了，王哥和李姐，他们的首套住房就是在我这儿买的。这个呢是童姐，就是咱们刚刚看那套房的业主。你好，谢谢你们喜欢我的房子。童姐家的房子呀可火爆了，安居客上每天10几个人咨询。您看呢，这个都在网上，现在啊顾客看房非常方便。像王哥和李姐呢，他们正好有换房的需求，看您的房子特别满意，有意向。那房子的情况，你跟2位说过了吗？说过了，实地看过之后啊，我们非常的喜欢。哎，说实话，这房子确实保养的不错啊。因为是我自己住的，所以比较爱惜。然后装修的时候呢，材料用的也比较环保。如果你们真的想买，其实搬过来住，基本不用怎么再大的装修了。这个房子呢，装修的风格我们也喜欢啊。是吗？我们是以房换房，有些着急。并且它这个价位呢，我们觉得也合适，就不去看其他房了。太好了！如果今天能定下来的话呢，那咱们就定下来嘛。童姐，合同我也准备好了。哎呦，那您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这速度够可以的哈。必须的嘛。啊，稍微等我一下啊。来。
小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哟，磊磊从东陵怎么回来了啊？怎么还穿着这？哎，这我之前的西装啊，怎么东陵有活动啊？你看他穿这太小了，这回头小姨夫给你弄一合身的，这太大了这个。这气压有点低呀、你火急火燎叫我回来是，怎有什么急事是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问问他们自己。方一凡，你是不是又惹祸了？我没惹祸呀，我。他没惹祸，我惹祸了，我错了，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你，结果你呢，自己不学无术，荒废学业，还怂恿磊磊去给人补课，清华动力营都不去了。妈，我这不也刚知道他逃了冬令营吗？我这也生气着呢。小姨，我是自愿的。磊儿，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这不是普通的冬令营，这是清华的冬令营。我当时跟你说，你都答应好好的，你现在主意怎么这么大呀？你给我闭嘴吧，方一凡！就算这次不是你的主意，上次呢？不是你一开始怂恿他替人补课的？行，都先别吵吵呢。啊，现在这信息量有点大。这什么冬令营逃课？哎呀，就是我们想给你们减轻点压力啊。我们那天也听到了啊，你们说要整理家里的积蓄啊，还要卖房子。爷爷奶奶这又出事了，我们不得帮你们分担吗？方一凡，你是个学生，你要清楚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。你最重要的就是高考，不是挣钱。挣钱的事情我们来负责，不需要你来负责。夏浩，你先别激动。是你们不需要，我就一点心意，我想把大学这钱提前弄出来，这样你们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呀。啊，是的，行你现在连大学都考不起呢，你要这样的话。你先别激动了啊，这好，我听明白了，这俩孩子想干点好事儿，是不是？想赚点钱，贴补家用，是不是这事儿？对啊，你其实这好事儿嘛，你先别激动，这出发点还是好的，你别激动，先别激动，来，你来这吧，赚多少钱？也没多少，就一点儿。不过我是财务的儿子，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多的。财务的儿子啊，厉害呀你还是法务的儿子呢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俩啊，有教师证吗？有上岗证吗？几证齐全吗？有纳税吗？有关部门给你们发什么资质了吗？啊，你们受法律保护吗？你们这瞎说交给你逮起来怎么办呀？啊？我们这会教得好不就行？教得好也不行啊！教得好就随便跑马路说我能教书，我给你教个书，那谁都开学校去了？要国家干嘛呀？要政府干嘛呀？要警察干嘛呀？你是法务的儿子，你这点警觉性都没有。小姨、小姨夫，我错了。磊磊，小姨真的生气了。清华是你的梦想，不需要你挣钱。知道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这个冬令营啊！一会儿你就回冬令营上课去，没2天就考试了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小姨，从开营那天我就想好了，现在去恐怕也跟不上了。虽然那个清华冬令营更重要，可是我觉得联合这个家更重要。小姨，我错了。你还不该给你发脾气。我错了，小姨。妈，磊儿不是你的错，妈你也别怪磊儿，这事儿我有错在先，我不该让你们担心，对不起。凡凡，给你道歉，妈错了，不该怪你。但是你得听小姨的，冬令营还是要继续参加，这是你的梦想，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坏事变好事啊。哎，你们俩记住了啊，这个学习这事儿是你们首要的大事，对，是吧？赚钱养家跟你没关系，爸爸妈妈会想办法的。啊，
不用你们操心，知道吗？安心学习。这样，我再宣布一好消息，咱们家之前那大房子，啊，我们给挂网上了，这双号就能卖了。卖完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家又是百万富翁了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以后的日子过得好着呢，是不是已经卖了？已经卖了，今天就是去签合同的，这不正好看到你吗？合着是在那儿逮着了是吧？行了，好了，没事。我错了，小丽。哎，蕾蕾，你这个发型弄得不错啊，自己弄的啊，弄得很时髦嘛。哈哈哈。自己弄他弄不出来，方一凡给弄的吧？哎，不是，之前肯定方一凡啊。好了，一家人在一块儿，整整齐齐，开开心心，知道吧？安安全全最重要。好了，来，都不哭了。今天是1月25日，星期五。现在是凌晨，刘青阿姨病了。我之前以为呢，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但现在我连关心她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但我现在真的挺难受的，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，我不想待在这儿，我想走，我想去深圳。冬令营虽然没有报上名，但我要去找他们，我相信当面求他们，他们会接纳我的。哪怕是去那儿看看星星也行。哎，你们别管了，刘静，真的，你别弄了，我来弄，我一个人弄的还踏实还快啊！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。那我不跟你客气了。对，别管了，就扔这儿吧。哎，方一凡、磊儿，还有那个谁，洋洋，你们别玩游戏好不好？你们休息一会儿，中午。别管他们了，让他们玩吧，男孩嘛。不是，本来就说凡凡一个人过来，现在磊磊也过来，我是怕他们几个打游戏吵着你休息。别
事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刘青阿姨，英子，来，在这儿歇会儿。阿姨，我想回家睡会儿，下午在家做卷子就不过来了。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？要不要到阿姨卧室去躺一会儿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还是回家吧，卷子什么的全都在上面呢。我睡醒了就直接做卷子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好，那你快回去吧，好好休息一下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。阿姨，你保重。啊。灯都没开呢。英子，英子，啥呢？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喂，怎么了，宋倩？哎，文姐，英子在你家吗？没在我们家呀，中午在刘静家吃完饭，他就说回去要赶紧写卷子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啊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刘静儿，英子在你家吗？哦，啊，没事没事啊，行，那我先挂了啊，啊。桃子，哎，我是英子妈妈呀。英子跟你在一起呢吗？你们在哪儿呢？让英子给我回个电话。阿姨，我跟英子不在一块儿呢，怎么了？哎，这到哪儿去了？在服务区。凡凡，英子跟你在一起呢吗？洋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是我，英子去找你了吗？哦，没有啊，行，先这样吧，挂了啊。
哎，李萌老师，英子跟你在一起了吗？哎，刘海妈妈啊，她跟你在一起，让她赶紧给我回个电话。潘老师，英子你在哪儿呢？怎么还不回家呀？英子有在你家吗？英子在哪儿呢？啊，你今天看见她了吗？英子去找你了吗？哦，没事啊，那打扰啊。海老师，哎，你好。打的电话暂时。是我，英子找不着了。宋茜，开门！来了！怎么回事？英子去哪儿了？我一下课回来就没找到她，我打2圈电话了，谁都不知道她在哪儿。刚才文倩还说中午还在。中午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？你对孩子也太不上心了。乔玉总，你也别发脾气，也不是宋茜的错，她也不知道，是孩子自己走的。来了。哎，姐，英子找着了吗？没有啊。我问你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回这儿，进来。哎，宋老师，他是不是走的时候还见着过你啊？他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他中午吧有点怪怪的，他跟我说让我多保重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刚出了丁一的事儿，他们又是个三长两短。哎，宋茜，我怎么活？宋茜，你先别这么想，你先别这么想。英子不是丁一，两回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别急啊！我来呢，就是想提供一点能找到英子的线索嘛。别着急，你说着说，你说，他前2天嘛跟我见了一个面，他跟我说他去不成南大冬令营了，他情绪特别的不高。然后，他就说，他不是那么喜欢天文了。我就觉得这孩子是赌气的话，他骨子里呀是特别喜欢天文的。对。所以我就想，英子她有没有可能去南大冬令营了呢？冬令营？他都没报上名。对，那怎么去啊？他如果要去南大冬令营的话，不跟你们说，也得跟凡凡跟磊儿说吧。对，我把他们叫上来。好，问问他们。别急啊，肯定能找着的。孩子嘛，他就是爱赌气。你们先坐啊！哎，我问你们，到底知不知道英子去哪儿了？对，我真不知道。磊磊呢？小姨，我也不知道。洋洋，你呢？妈，方一凡都不知道，那我更不知道了。不是，这2天你们一直跟英子在一块儿，平时玩的也挺好的，她去哪儿能不告诉你们啊？方一凡，他真没告诉我呀。哎，那他有没有什么，就是你觉得行为上有什么特殊的，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之类的？对，他就是在洋洋家上课的时候，他有点呆，他也发呆，他什么都没跟我们说，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我一直在给他打电话，到现在都不接。你看，是，我相信你，我也打不通。哎，孙老师，英子平常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啊？尤其上了高3，忙都忙死了。他房间里除了复习材料，就是他的电脑了。那不就是线索吗？你去拿过来。哎呀，没有密码，打不开。他的生日，我的生日，连你的生日我都试过了，都打不开。哎，你先拿出来，去看看，先拿出来看看。真的是打不开。你们能想起什么密码来吗？看看，试一试。没看，我来试试。不是，你让磊磊试试。方一凡，你别瞎试啊。他这个电脑和手机不一样，我试多少次他也锁不上，你让我试试。你试试。你这是查什么呢？马上就知道，马上。
开了，开了！啊！你看，你可以呀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密码的呀？哎，我刚才看这有个提示是 inside， 然后我刚才就查了一下，这是火星车洞察号的意思。他不喜欢天文吗？这很好猜，他就是登上火星的那个日期181127。你可以啊，方一帆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历史记录，这个冬令营在深圳吗？对，就是在深圳。哎，的确，你看，这个航班的查询，还有酒店查询信息。哎呦，那还是。你看，今晚咱俩就走，去深圳。好，你看看还有没有航班。不行，今晚没票了，咱俩明天一早走。行。我现在给银行打一电话，看看英子的那个信用卡消费记录。行，查查他在哪个酒店啊？别着急了，知道在深圳啊，就不担心了。多想拥有一个小树洞，悄悄地吐露成长的烦恼和美梦，每刻都靠右侧抱着枕头睡个够，不问枝头有谁在相逢，可否借我一个小树洞，来安放无人察觉的悸动。青春半熟，还能爱好久好久，无论过客或是朋友，还来不及叛逆就已经长大，多遗憾还没实现小小梦想。1月29日，周二凌晨。今天是南大冬令营开营的前一天，也是我失眠的第34天。我来深圳了，我也看到了星星，还有大海。可是我依然开心不起来。司机师傅，你能再开快点吗？哎，好的。谢谢啊。宋倩。哎，你先别跟我说话了，我真的是心里太乱了。宋倩。我还是有几句话想嘱咐嘱咐你。你说。孩子这么做，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的原因。毕竟我们现在能找到他了，是吧？别和孩子发火，有什么话咱回家以后了再说。哎，你好，麻烦问您一下，您这有没有一个叫乔英子的客人？他住哪个房间？您好，先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哎，我不是乔英子的爸妈。对。那也得出示证件。啊，好。英子。哎，英子，英子。别跑了！你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说呀？跟着我！英子，英子，快下来！
英子，英子，你下来好不好？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去上那个南大呀？我不是非要去南大，我就是想要逃离你。英子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你对我已经够好了，你每天给我做饭，给我上课，照顾我的生活。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是我想太多，我配不上你给我的爱。我们有什么话，我们回家好好说，好不好，闺女？我没法好好说。我已经34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就是想逃走。我以为我到了深圳，我看到了星星，我就会好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了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开心。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做好你们的女儿，是我没有变成你们心里想要的那个样子。对不起，英子。我是不是病了呀？之前有过自杀的想法吗？有过。有过具体行为吗？也有过。有过自残吗？失眠严重吗？有没有每天都想哭啊？失眠还挺严重的，大概1个多月了吧。每天都想哭。先去做一个脑血流的红外热成像，然后回来呢，再查一下心率和眼动。好的。走。大夫，我想问问，他真的是抑郁症吗？根据自测表，是中度抑郁、中度焦虑。就这么几张表就能确认他是中度抑郁症？这几张表跟网上的自测表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根据最新的《中国精神障碍与诊断标准》出的题。当然了，有些病人呢会出现很强烈的心理暗示。所以说，这个肯定不能作为最终的判断。脑血流检测也只是辅助的行为，我们主要是看他平常的行为。你刚才也看到了，您女儿的，情绪比较激烈，也有自残的行为，所以根据这些呢，我看是中度抑郁。她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？他平时很活泼、很健康的，怎么可能会得上抑郁症呢？您先别着急，等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我们会对症下药的。另外，我想问问您，您和您丈夫家里
有没有精神病患者？没有，从来没听说过。哦。那你女儿在学校有被欺负过吗？也没有，他们学校挺好的。您跟您丈夫的夫妻关系怎么样？好不好？我们离婚好多年了。我问关系好不好？离婚了嘛，肯定是因为关系不好。那您跟您的前夫，你们两个跟您女儿的关系好不好？我女儿是判给我的，不过我现在跟他爸爸关系更好点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抑郁症70%是基因里带的，也就是遗传，30%是因为外界的因素造成的。您女儿呢，应该是原生家庭问题，所以我建议啊，您跟您的前夫呢，接受一下婚姻心理咨询，好不好？哦。另外，我还要提醒你们，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刺激你女儿了。好。英子呢？里边检查了，这就确诊了，重度抑郁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搬回书香雅苑，让英子跟我住段时间，这样也确保孩子安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乔英子的家属吗？一会儿结果会送到诊室，请二位稍等一下。好。英子，刚刚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，爸爸搬回书香雅苑，你跟爸爸住段时间好不好？啊？你去爸爸那儿住吧，妈妈同意的，妈妈不会过来打扰你，好不好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踏踏实实在家就好。那林荫下的跑道，记忆中好长。我在你身后看你嬉闹歌唱，感受你所有欢笑、哭泣和忧伤，却默默数着日子不敢生长。你一点一点走出我的视线，却始终走不出我的思念。走过所有的路，我仍在你身旁，每一朵云都是我对你的守望，小小欢喜陪我们一起经历成长，全新的小世界正等你。
属于明天。我会目送你的背影渐渐走远，多么希望你有幸福灿烂的人生，简单的、纯粹的、畅快的小世界。青春里淋的大雨打湿了翅膀，但无法阻止你的美丽幻想。就算是失败跌倒，那又能怎样？我会陪着你，你不要太紧张，你一点一点走出我的视线，却始终走不出我的思念。走过所有的路，我仍在你身旁，每一朵云都是我对你的守望，小小欢喜陪我们一起经历成长，全新的小世界正等你前往。我的爱属于你，而你属于明天。我会目送你的背影渐渐走远，多么希望你有幸福灿烂的人生，简单的、纯粹的、畅快的小世界，那或许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。中度抑郁没那么可怕，别太难过。知道他那天对着我大声的喊，说他非要去南大，其实就是为了离我远远的，他就是为了逃开我。那都插在我心上啊！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他不是在生我的气，他是彻底对我失望了。我怎么能？我这么爱他，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我怎么能把他逼到这个份上？你说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是我把他给逼死了呀！别这么想，我想想都怕呀！我真的是一个太失败的妈妈了。宋茜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这个事情，我们知道以后，是都挺后怕的。我说实话，如果英子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肯定有责任。但是，你说谁能不犯错呀？孩子们犯错，我们让他们改，改了以后我们就原谅他。那我们犯错了，我们能不能原谅自己？你说这一路上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，又拼命工作，又抚养他，照顾他的生活，抓他的学习，什么都是你。
你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就严，所以希望女儿出类拔萃，对她要求严一点，我们都能理解。出了问题咱们面对它，改就行了。你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事儿，出了一点问题，你就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啊。那你要失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啊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，真的得好好的反思反思自己。可能我们这一股脑要给孩子的，永远都不是孩子想要的，跟他们想要的是错开的。你想让他保暖，他想的就是好看；你想给他补充营养，他只想的是好吃；你想给他讲人生经验，想让他少走点弯路，可人家呢，光想的是自由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当父母跟孩子吧，永远是有时差的。刘静，之前咱们也没机会这么坐下来聊聊孩子的事，但我知道英子喜欢你，她愿意跟你聊天，她不愿意跟我聊天。你能教教我吗？你是怎么跟她相处的？我哪有资格教你啊，宋老师？教教我吧。在英子那儿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亲切的邻居的阿姨。她要是真的犯错了，我还能批评她吗？我不能啊。再说了，我跟洋洋也是不懂得相处的。他小的时候是个挺活泼开朗的孩子，特别阳光。可是等我们回来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要不是我，要不是他跟他爸爸闹了那么一场，我们这关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缓和呢。要不是那一巴掌，洋洋他也不会把他自己的心里话都喊出来。他跟他爸爸的关系，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英子她跑到深圳去，可能她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宣泄的出口。还好啊，没出大事儿。其实就是我们管的太多了。洋洋、雷儿、范范，他们已经18岁了。18岁就是成人了，在社会上没有人拿他当小孩看。18岁是可以负法律责任的，承担刑事责任的，要对自己言行负责的。但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总不肯让他们长大。真的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说，我们应该学会放手了，真的要尊重他们的想法。方一凡考艺考的事儿，我自己就检讨了我自己。我那段时间特别挣扎，我觉得我绝不允许我的孩子去走这条路，我当时也崩溃了。后来我想，哎，也就是方一凡皮实，要是方一凡不皮实，我后来想算了，我也担心他出事儿，随他去吧。孩子终归要长大的，他们自己的路得自己走，咱们得放手啊。
来啦！新年快乐！过年好，宋老师。哎，那个谁，鞋不用脱，没事，看着地上。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，你把这没煮的饺子一会儿煮上啊。做的饺子你别先煮。没事，先吃一点。你把那个先下上啊，看看它缺什么，然后又不行的话下去拿去。我来煮，我来煮。啊，不，那个，今天啊，这个女士休息，我们男的干活。你们在这歇着，你们歇着。我们不能留着老那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别操心，让他们弄去。圆儿，哎，你打下手啊！你们坐这儿，咱们不说好话。那个宋老师，我把那韭菜虾都弄好，用这味儿还是你来调那馅儿啊。哦，好。你做完了再喊我们啊。少做几个吧，一会儿我点几个菜。你是不是人啊？人家在这干活，你怎么上来就喝饮料啊？不会做饭，你可以帮着打下手摘菜啊。人老纪不是摘菜的吗？那孩子们呢？孩子们呀，孩子们在我那儿呢，都陪着英子呢，放心。哦，大年30的不跟他们一起过呀？人家不想跟你一起过，啊，他们过他们的，我们过我们的啊。哟，那他们吃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操心了，宋老师都安排好。宋老师，我穿您这围裙可以吗？哦，好。哎，宋老师，咱不操心了，他们吃的方圆都给他们准备好了，有饺子有菜啊，一样都少不了，让孩子们自己吃。我们呢，踏踏实实吃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再在一块儿啊。你给孩子一点自己的空间啊。宋老师，乐一个，过年了。谢谢你啊，文姐。谢啥呀？应该的。好了啊。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一凡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我最近都在忙艺考呢，今天就给大家录一个视频。这是饺子，看一桌子菜。挤啊呀！挺好吃的。哎，来啊！来，问个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哎，桃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对，英子，我这录视频呢，你们说两句吧。别吵。这心情不太好啊，我们就不烦他。今天的大年30，我们今天在家里开了一个算是 party， 但是和以往 party 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家长。方猴，这是你自己出的馊主意吧？什么馊主意啊？我好不容易偷偷策划了这 party， 我容易吗我？是不容易。哎，对了，喏，我给英子给你买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小水库啊？面膜？我是钢铁直男，我用这干嘛呀？方猴，你这艺术生的这个觉悟也太差了吧！最基本的形象，懂不懂？你瞅瞅那东北干豆皮儿，赶紧用小迷糊补救一下。哎，这么一说哈，确实觉得这脸挺干的。行，你们既然这么诚心诚意的送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了啊。收着吧，就当做是我跟英子给你的艺考成功的祝福。用这小水库，考试顺风顺水。谢谢了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这录视频，你要不然你也说两句？来，我切换过去。来，对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首先呢，我想说的就是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跨年，我感觉特别开心。哎，我想着以往我都是跟姥姥姥爷还有我舅舅一块过年，每年都是大眼瞪小眼，真没意思。哎，我今年可是第一次跟爸妈一起过年，就被你们给拽过来了，我仗不仗义啊？仗义个毛线啊！咱们就在2楼，他们在4楼，中间就隔了一层，这怎么不叫一起过年了呢？表哥，这是我过过最热闹的年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喝。行，那我们是明年之后见了啊！拜。哎，我们所有一起录一个，来。祝大家新年好！来，这位来，1、2、3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拜拜！拜拜！哎，行了，我这个都艾特你们了，你们就等着涨粉吧。多少4？多少6？要不起，那还赢呢。多少9？多少
哈，你看我这还有一个，我不能拆，我不能拆。来，过，走。下勾带尖儿，赢了。哎，我有。哎，等，我看，你这出什么？这不是错了吗？你这哪是3个尖儿？你这不是还有个4吗？这2个尖儿1个4。哦，这，哎呀，我这眼乱出什么眼神？这眼神确实没你好，我这，哎，没有，过。因为你这手气也太好了，你还带尖儿，上局带2，这局带尖儿。放会儿你不出，他真不出，错了。对3。不行，我这连着的不行。我这都是单个的，都是单个的哈。4、5、6、7、8，合着我出什么你们都不要呗？不是，我这连着的就出不去。这大过年的你们这样有劲吗？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开心，但是也不用这样啊。游戏输赢什么的不重要，我觉得我有你们就够了。行，你知道有我们就好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别自己心里憋着，都说出来。对啊，我们都吓死了。要不是方猴把你的密码破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呢。什么密码？电脑密码。你把我电脑密码给破了？他的爱好我都知道，就那一个，我这一试就试出来，对吧？对呀，我本来还想弄几个软件破译一下，结果表哥一猜就猜准了。我看你们俩还挺心有灵犀的。是，别跑开话题啊！英子，你要真知道有我们这帮朋友啊，你就别干那些傻事儿。你看这又是出走又是跳海的，你还想干嘛？你想上天啊你？没有，我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上次丁一我们不认识，出那事儿我们都挺难受的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们还高考不高考了？呸！说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，能不能换个话题？正好，咱们也不玩了啊！我叫了烤鸭也快到了，咱们挑个电影，切入正题。好啊，边吃走，边看电影啊！给你拿过来啊！哎呀，挑一挑。可以。英子，你来挑吧。这个吧。看这个啊。这个。真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了。什么呀？不是，咱过年看这个多无聊啊！哎呦，今儿英子大，听英子的啊。行，我就放了。哎，好了。你们能不能看电影，别看我？啊，对，看电影。对，好看哦，是吧？崔小伙是多厉害！哎，鱼来了！来腾个地方。饺子也好了。小鸡放上去啊！我这个来，这边放上，这跟那个。饺子这边搁一好嘞，好嘞。这边来，坐歇着。哎，女主人说两句呗。哎，对，宋老师说两句。啊。说两句。啊。谢谢大家来陪我过这个年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英子的关心。哎，不说了，那个我先提一杯吧。来，提一个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谢谢道。哎，刘静不喝点酒？啊，我不喝酒。他不能喝，一喝就过敏啊。没事儿，过年嘛，来，少喝点，一点点。他不喝，他不喝。沾一点。他生病，他现在吃药。
生病了？哎，欣欣，什么病啊？怎么了？消炎药。对，他说他吃头孢喝白酒。对。啊，对，他说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是生病了，乳腺癌，早期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做化疗呢。我知道文杰跟宋老师你们已经猜到了，天天去给我那儿送饭，真是够辛苦的。我呢，这个事儿一直瞒着大家，挺不好的。主要是因为我那段时间自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调整心态，现在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孩子们不是有一个唱研班吗？上次那个唱研班，我正好在医院呢，没能去参加。今天我就把这儿当成是唱研班了。我把这心里话说出来呢，我就不憋着了，就好多了。那洋洋知道了吗？我跟老纪商量了，还是把这个真相告诉孩子了。难怪他把头发给剃了。孩子是挺懂事的。别担心啊，你们都别担心。我呢，按部就班的吃药化疗，医生说了，我这个病治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哎呀，大家千万别因为我这个事儿把气氛都搞坏了。咱们今天是过年呐，都开开心心的啊。我也来一点，我来一点。别，你别喝，没事，你别喝一点点，喝一点点。好，那就来一丢丢就行了，沾一下嘴皮子。少装的啊。乖啊，就沾一下嘴皮就行了啊。咱大家一块儿。来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身体健康。哎，是。坐吧，都坐吧。好了，我要跟大家说个你们不知道的事吧。我已经提交了退居2线的申请，估计过完年就批了。我回归家庭了，先陪刘静把病治好了再说。退居2线？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你要是真是退居2线，那之前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？哎呀，以前呀一直在追求事业啊，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家庭上。这次你这一病了，我突然就觉得，其实这个家人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过年了，我就希望你的病呢能够好转。我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，我就够了。我这新的一年啊，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，就是希望英子能够开开心心的，你也能开开心心的。弄这么伤感，来送点。大过年的，来给你买点，来都发点纸来。那个，这戊戌年是确实好像，挺不一样的一年啊。你这事儿多啊，有好事有坏事，是吧？你的孩子们也到了这高考这一年啊，这各种过不去，跟成绩过不去，是吧？跟学校过不去，跟自己过不去，各种较劲。但这怎么是说到2019了，过得去过不去的，他也过去了啊。各家反正都有各家的这个好事儿，也有不好的事儿。因为我跟文杰我们俩这个2018年夫妻双双
都失业了，我现在也开上滴滴了，也挺好，每天跟街上开来开去的，也挺来劲的。那童文杰这个就在家里边这个照顾孩子啊，我们家这不来个小外甥嘛，是个学霸，没准能考上清华、北大什么的啊。樊一凡也这准备艺考了，没准哪天成大明星了也说不定。刘静这个生病了，刚才老季也说了，回归家庭，好事儿是吧？跟洋洋你们这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。还有这个前一段英子得这么一个时髦的病啊，给这个卫东还有你们俩出了个难题儿。没事儿啊，这个2019年肯定你们能把这事儿给解决，能越过去。最重要是咱们这3家6个人，他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吧？这是缘分。我跟胜利、老季，我们小时候住一个院，发小啊。我跟卫东，我们这么多年老朋友。宋老师跟文杰多少年的闺蜜，那现在刘静你们仨也都是好朋友，这是缘分，这是咱们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吧？这个，来，咱们就不说那些糟心的事儿，来，倒上酒，来，好，来，一块举杯。这个，咱们开开心心啊！这个希望这个咱们的孩子们2019年高考年顺顺利利的考上大学。在座的各位都健康。套用一句这个最近流行的话，咱们就这个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2019年大家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让这个不愉快的这个狗年啊，go！来，来，干了啊，干了，快吃，饺子凉了。差不多就这些吧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大夫，我们是不是做的真的很有问题啊？问题肯定有，但都是常见的问题，不难解决。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“好离婚”，就是理性离婚。可真正能做到理性离婚的，在全世界都是少数。什么叫理性离婚啊？您能帮我们举个例子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彼此在孩子面前说过对方的坏话吗？有过。这就是非理性的离婚。你们在孩子面前说彼此的坏话，第一，会让孩子对另一半的亲子关系紧张；第二，会让孩子对自己缺少认同和自信。一个孩子嘛，一半来自于父亲，一半来自于母亲。无论是母亲说父亲的坏话，还是父亲说母亲的坏话，在孩子的潜意识里都会认为是自己不好。说到这儿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在你前夫来看孩子的时候，你阻拦过吗？夫妻离婚本来就造成了孩子的被抛弃感，你再阻拦孩子的父亲来看他，就更会慢慢的磨灭孩子的安全感。你的前夫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伴侣，但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爸爸。离婚只能代表你们婚姻的失败，夫妻关系的解体，但它并不代表亲子关系的解体。像你们这样不合格的亲子关系，很可能就是导致孩子抑郁症的源头。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弥补吗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恐怕你们做不到。我愿意尝试的。您先说说，为了孩子，我们愿意尝试。那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做敌人就行。坐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知道
你讨厌我，但是刚刚医生也说了，咱们俩能不能为了孩子改善一下彼此的关系？其实乔卫东，是我应该向你道个歉。乔卫东，医生说的对，你虽然不是个好丈夫，但这些年下来，看起来你真的是个好爸爸。我同意，咱们试着做朋友吧。好。你放心啊，小梦那儿，我去跟她说清楚。不是，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讲。啊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和小梦分手了。啊？你为什么跟人分手啊？哎，你没事儿啊？你跟人分手，人条件多好啊！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喜欢他呀？哎，你搞个清楚，他也不是小三儿，他只要不来翻英子，其实我喜不喜欢，不是，就算我不喜欢，你跟人分什么手啊？是人家提出来的，小梦提出来和我分手的。没理由啊，你条件也挺好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什么原因啊？就是上次给方一凡不是找了一个艺考老师吗？一个男的跳舞的。我知道。那是小梦的大学同学，两个人也算是青梅竹马。再说他愿意跟小梦结婚，愿意生孩子，小梦就选择了他。是我没搞明白，那你不愿意跟他结婚生孩子吗？我可能没考虑好吧，是否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再说孩子，我不是有英子了吗？不是乔卫东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渣呀？哎，你没想好跟人开始一段新生活，你吊人3年啊？你说，你看看你过去干出那样的事情，你现在又干出这样的事，你这人啊，就是不靠谱。我以前干什么事儿了？你说呢？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啊，宋倩，我真没出过轨。好好好，我不想听，反正咱们是为了英子才要做朋友的。秦介，朱俊，哎，老季，哎，书记，我的申请批下来了吗？批倒是批下来了，不过老季啊，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。你现在毕竟不到50岁，而且工作能力那么强，如果现在就退居2线的话，的确是太可惜了。上级对你的确是很重视的呀。谢谢组织和书记对我的信任。这么多年啊，我爱人一直跟着我东跑西跑的，吃了不少的苦。在他痊愈之前啊，我肯定会把很多的心思放在家庭上。再站在一个1线的位置，就不负责任了。再说，对其他同志也不好。您放心，不管在几线，我都会好好工作的。那好，既然你都这么想了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我们来做吧。好，谢谢书记。哎，张全还在外头候着呢，说是淑妃娘娘请皇上移步乾清宫用膳，朕不过去了，朕去瞧瞧皇后。皇上，您茶凉了吧？奴才要不替您换一杯，咱再走。不用了，赶紧去办吧。是吧？奴才明白，白家去。吓我一跳，人不是练跳舞，怎么不练了？不是，我这刚练完出来溜溜弯。你这干什么呢？爸爸，你这练唱歌跳舞，爸爸也得练台词、练配音呀。哎，刚才爸爸说那皇上太监，你猜爸爸配的是哪个？太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啊，你说皇上才人的时候都一笔带过，但是说这太监的时候不一样，你声情并茂的，是吗？啊，行啊，观察力够强的呀。你这不都写着呢吗？哦。哎，这样你陪爸爸这样练一练啊，你当皇上，爸爸当太监。好。皇上，张全还在外头候着呢，说是淑妃娘娘请皇上移步乾清宫用膳。
朕不过去了，朕去瞧瞧皇后。皇上，您茶凉了吧？奴才替您换一杯，咱们再走。不用了，你赶紧去吧。这奴才明，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？哎，谁啊？哎，来了！哎，季叔叔，季凡，老季，哎，今儿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我今天去单位办手续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正式回归家庭，退居二线了。你看，我在超市买的东西。嘿，这买什么买这么些？私信买过。来，这2斤给你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要给那个刘静煲汤吗？我不会，我请教一下你。哦，没问题，随时，什么时候？哎，你晚上有事情？没问题，有空。那你教教我。可以，没问题啊。行，那我晚上等你啊。好嘞，那我就走了。好嘞，哎，你这排骨，没事，学费啊，是给我的，哎，不用，哎，说定了晚上啊。好嘞，晚上见。哎，这季叔还给交学费，这。